在2019年的上半年，苹果正式发布了他们最新一款 iPad Air 第3代。那么相比于 iPad Air 第2代，已经相隔了好几年了。那么这次苹果的新产品能否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看盒子的部分。在盒子的正上面印着一个iPad 的侧面的图案，然后前后两侧分别写着 iPad Air， 然后左右两侧分别有苹果的 logo。 OK， 当我们打开盖子的时候有点阻力感。那么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台 iPad Air 第3代。 OK， 把 iPad 拿出来之后呢，下面就是有一张卡纸，上面印着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， 然后卡纸里面就有一些不用读系列的说明书，还有一些保修的之类的东西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10瓦的充电头。那么这个充电头呢，对于一些没有快充的那些朋友们来说，可能是个好福音，因为这个充电头有10瓦，支持10瓦。那么在右边呢，有一个数据线，那里面的数据线 OK， 那么包装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 iPad Air 第3代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，分别是金色、银色还有深空灰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底部，没错，苹果依然还是使用 Lightning 容的接口，没有使用 Type-C。 那么还有喇叭也只有一侧有，而不像 iPad Pro 一样可以两边同时外放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体验到那种立体声的感觉。 OK， 那么这次苹果还算有良心了3.5毫米的耳机接口没有阉割掉，那么也就是说你依然可以插着有线耳机去听歌、去看电影、去追剧。那么来到侧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触点。那么这3个触点是干嘛呢？就是给你安装 keyboard 用的。没错，这次的 iPad Air 也支持了键盘，还有第1代的 Apple Pencil。 OK， 那么我们来到背面，左上角是一颗8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，那么中间呢是一个苹果的 logo， 那么下边呢是写着 iPad， 然后下面就是一串英文字啦，反正就是跟传统的差不多。 OK， 那么 iPad Air 的外观就差不多就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配置方面吧。这次 iPad Air 第3代呢搭配了 A12 仿生芯片。A12 这款芯片到底有多强大呢？它的跑分仅次于 iPad Pro 的 A12X， 目前在苹果的平板里面排名第3名，那么其实非常强大了。那么这款 A12 呢，应该是跟 iPhone XS 那上面是同一块芯片。然后内存呢搭配了 3GB 的内存。你别看 3GB 很小， 3GB 对于苹果来说是非常大的内存了。你知道我第1款的第1代 iPad mini 才 512MB 的内存， 3GB 的内存对于苹果来说是非常的大了。那么屏幕这方面呢，它这次是搭载了一块视网膜屏幕，然后支持这个夜览模式跟原彩显示。那么当你把原彩显示打开的时候呢，屏幕就会根据你的光线环境的一些色温去调节它的屏幕色温，然后给你的感觉、给你的观感是舒服的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是一些专业的工作，比如说要修图、画画的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是建议把这个功能给取消掉，因为这样会影响你对色彩的判断。那么这大概就是 iPad Air 第3代的一个配置方面的信息了。众所周知，苹果是一家以电脑起家的一个企业，可是现在的 iPad 的销售量已经超过 MacBook，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去购买 iPad。 那么购买 iPad 的人无非就是这3种人，分别是娱乐、学习跟生产。OK，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就是会围绕着这3个主题去展开。
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聊的就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娱乐，玩游戏啊，看电影啊，刷剧啊这些，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呢？我们首先来试玩一款游戏。在我试玩了几款游戏之后呢，我感觉体验还是不错的。起码帧数能够保持在25帧以上，给你的感觉不会有卡帧、掉帧的情况，非常的顺滑。但是有2个缺点，我必须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它的屏幕太大了，10.5英寸，对于双手握持玩游戏的来说，我感觉 iPad mini 可能更适合你。iPad Air 的屏幕有点大。那么第二个缺点就是，当你玩10分钟左右，你就会发现屏幕还有它的背面开始发热，然后你不得不玩几十分钟就停下来，让它去散一下热，因为实在是有点热。OK， 那么除了这2个缺点以外，我觉得其他都还可以，体验起来都不错，画面极其的流畅。我个人觉得 iPad Air 3挺适合学生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iPad Air 3这次支持 Apple Pencil 还有键盘，那么 Apple Pencil 的用处可是很多的学生们可以直接通过 iPhone 拍那个老师的课堂笔记，然后 AirDrop 到你的iPad 上面去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Apple Pencil 去修改一些笔记，做一些批注之类的。那么如果你的老师或是同学也是用苹果产品的话，你们可以互相 AirDrop 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分享文案，分享你的一些读后感之类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觉得有些同学还会去做一些 PPT 去分享一些东西。那么 PPT 呢，我觉得在 iPad 上完成是非常方便，也是非常快的。比如说我们打一串字，然后下面粘个图案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干的就是双屏把图案拖过去，打字就 OK 了。但如果你在电脑上做 PPT， 你需要把图片硬存为在你的电脑上，然后再把图片复制连接到你的 PPT 里面，然后你得按硬存为保存你的 PPT 才可以完成。那么我觉得在这一方面，我觉得 iPad 它做的优势比电脑要大很多。那么这也是我觉得，还有同学们如果观看一些教程类的视频，或者是听老师直播课的分享，还可以同时打开双屏，一边看老师的视频，一边做笔记，那么这样的效率也是很高的。即使你的手机有双屏，屏幕没那么大，哪有这种效果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就是生产力。生产力呢，我会列举修图片跟剪视频。首先我们讲修图片，那么这次的 iPad 你可以升级为 iPad OS， 那我觉得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革命。你可以把你的拓展物插到你的 iPad 里面去，然后读取相机里面的 SD 卡，把你的 RAW 格式的照片读取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打开 LR 去修图片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是非常享受修图片的过程，因为第一，它的这个色准，它屏幕的色准色域非常的棒；第二，屏幕很大，很适合去做一些这种修图片的工作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当你修图片的时候，必须得把这个原彩显示跟夜览模式关掉，要不然会影响你对颜色的判断。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好的问题呢？也是有的。当我使用另一个修图软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点开进去，如果我立马选照片，立马去修图片的话，就马上会闪退出来。那么我只好等一下才开始我的一些修图的工作。那么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如果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情况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听一下。那么到了剪视频部分了，
我这次用的软件是苹果自带的 iMovie 啊，我知道 LumaFusion 可能会更好，但是要钱的，我就没下了。那么 iMovie 的剪辑体验给我的感觉是一般般，我感觉剪辑在平板上剪辑，它的确没有在电脑上剪辑那种效率高，那种好处，我觉得没有。但是这次的 iPad 因为搭载了 A12 芯片，所以它导出速度非常快啊，它的速度导出还比我的电脑要快很多。但是我觉得硬件厉害，软件跟不上硬件，还是没办法。我感觉 iMovie 的这个剪辑只能够去应付一些比较应急的情况，比如说你没带电脑啊，那只能去做一些粗剪。我感觉精简是不能够用 iMovie 完成的，因为它不能够卡针卡点，不能够精确到哪一秒，这是 iMovie 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剪辑的话，还是用电脑吧，不要用 iPad。 OK，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那么如果你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，我很欢迎解答。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，欢迎来个1键3连，然后并且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谢谢。